阿根廷护照，投资就拿到。真的是有钱就任性，不用做移民间护照马上到手吗？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阿根廷真的要开启投资移民的新时代吗？更劲爆的是，阿根廷护照含金量也在飙升之中，美国将要对阿根廷免签啦。今天就来一起深入研究，揭开这项最新政策的真面貌吧。Vamos！在最近，阿根廷政府发布了一份新法令，正式宣布了投资入籍计划的申请流程。所以江湖传闻是真的咯，投资阿根廷真能拿护照？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这份公报其实是基于先前的366法令所做出的政策更新。说起来，那份366法令可以算是阿根廷最新移民政策的大骨架吧？对啊，在之前的影片我们有详细讨论过，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，连接就在下面。那么最新公布的投资移民法令，它跟过去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以前的投资移民政策。首先要投资150万比索到阿根廷，然后要递交一份宏图大计到移民办公室，通过评估后，移民局会颁发最长3年的临时居留，然后连续住上2年就有申请规划入籍的资格，这点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吧？没错，不过碍于商业计划的评估程序实在是太有效率了，加上近年阿根廷汇率波动很大，150万比索嘛，老实说也不是很多钱，所以这种移民方式基本上是很难走得通。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投资移民方式又会有什么不同呢？也要住上2年才可以申请入籍吗？这就是最关键的突破点了。这次的法令明确规定，凡能证明在阿根廷进行了相关投资的外国人，无论其居住时间长短，均可透过规划成为公民。哇，这可是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再一次大变脸啊！超能力不可小觑啊！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飞去阿根廷一次，投钱进去办好手续就能领护照走人呢？没那么简单啊。法令详细说明了申请程序，包含5个步骤。首先要向新成立的投资入籍计划局递交申请，那就是要在阿根廷境内的相关部门申请跟交文件，并非由领事馆处理咯。然后会评估申请人的投资是否符合标准，并且进行一场背景大调查。背景调查听起来后面很多故事，大概是怎样进行的呢？按目前所知，这个程序会动用多个政府部门，最关键的是由国家安全部、金融情报机构以及国家情报秘书处来进行交叉对比，获取一份非常巨细靡遗的背景报告。听名字就知道，审核可能会挺严格吧？也可能不会，毕竟阿根廷也有招商引资的需要嘛。不过事关安全，我感觉走形式的机会不太大吧？当然了，如果有违法记录，大概率是不会通过。闯红灯那些算不算呢？看情况吧，这方面可以持续观察。还有个大家都在问的事情，就是需要证明资金来源吗？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投资呢？不难想象，投资入籍计划局会要求申请人或者向有关机构索取报告，查看银行记录、会计师的报告书，甚至是交税记录等等，来证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。所以并非任何人的投资都会欣然接受。还是那句，看情况吧。看来不像那些捐钱就能拿到荣誉公民的移民方式，真的要证明是身家清白才行哦。要通过这么多部门的调查，流程会不会很慢呢？如果审核程序顺利的话，投资入籍计划局就会出一份报告书给移民局，说明批准或拒绝的意见。移民局会在3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申请人是否批准入籍阿根廷。哇，30个工作日就能入籍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阿根廷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快能获得护照的国家咯，好厉害呀！厉害国都没那么厉害啦，人家都不需要招揽移民啊。话说回来，申请流程都挺清晰了，是不是现在就开放申请呢？我认为目前还缺少2个重要细节。首先，什么是相关投资？
要投资到哪些行业、哪些形式才符合标准呢？这些规定还没有出台。对哦，到底买房行不行呢？还是一定要开公司呢？做什么生意呢？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标准，到底要投资多少钱呢？之前就有传闻说要投资50万美金，看来门槛不会太低啦。怎么说，阿根廷曾经也算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G20 成员国嘛，心底还是有一点点骄傲存在了。我们也会继续追踪最新消息，记得按赞订阅哦，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关于投资入籍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有了大致轮廓，但先别急着跳过影片，接下来还有更惊人的消息，这直接关系到阿根廷护照的真正价值。我还以为可以下班了，有什么重要消息呢？阿根廷护照将要免签进入美国了。哇，免签美国，这也太厉害国了吧！这个计划被称为 Visa Waiver Program， 如果成功实行，将允许阿根廷公民以旅游或商务目的前往美国，而无需传统的旅游签证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在线上系统申请 ESTA 电子旅行授权就可以了。就是大家常说的 ETA 吧，不过也跟免签差不多啦，最多可以停留多少天呢？通常最多是90天嘛，不过授权的有效期有2年。这跟旅游签证比起来更宽松很多啊。通常旅游签有效期只有6个月，如果申请了不用，还要申请取消。但说的那么美好，会不会又是个谣言呢？这算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吧。因为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会面后，阿根廷总统已经发出声明，正式启动这个计划，而加入条件就是要求阿根廷在移民程序上符合高标准的国际规范。意思就是也关系到阿根廷的移民政策，那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放水，给人入籍咯。因为加入了免签计划后，安全事项就变成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了吗？这也正好呼应了前面提到的内容，投资入籍的申请程序要经过安全部门、金融单位的审核。看来一个严谨的移民政策，正是阿根廷获得美国信任的关键啊。你说的太对了，这2件事情的确是紧密相连。那是不是说可以允许外国势力来干预阿根廷的移民政策了？哈哈，外国势力嘛，是不存在的，人家的双边关系好得不得了了。如果关系真的是那么好的话，以前阿根廷护照也是免签美国，但后来取消了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回到历史上看看，阿根廷曾经在1996年到2002年间是享有美国免签待遇，但后来因为2001年的经济危机，很多人就跑去美国打黑工，所以就被取消了。听起来合理。那么这次能够重新开启，是不是就代表着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正在逐渐恢复，让美国也愿意重新接纳了？你分析得很有道理，阿根廷的经济确实正在快速改变，这部分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聊过。对呀，这里就不细说了，有空回头去看看吧。那就是美国也觉得阿根廷前景可期咯。根据新闻报道，最近6个月内，从总统、外长到安全部长，阿根廷与美国竟然有多达10次的会议，多个层级的官员互动频繁，真的是前所未见。这是一个强烈信号吧？很明显，两国正在深度合作，而免签就是内容之一吧。不止如此，据说两国还在讨论一项预先通关的协议。怎么预先通关呢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简单来说，如果这个计划落实，以后从阿根廷搭飞机去美国，可以直接在阿根廷的机场办理美国的海关手续。那不就是去美国就像坐国内航班那样，提了行李就可以走人咯？有了 ETA 免签后，不仅节省了申请旅游签证的繁琐手续，也不用交签证费，并且让旅行过程更加顺畅了。你说阿根廷的护照是不是该要升级到 AAA 加的级别呢？这种好事会在什么时候落实呢？美国官员表示，至少要1年吧。不过前阿根廷驻美大使预测，最快可能在3个月内就能实施。说了这么多，感觉这些事情都指向同一个事情。看来阿根廷真的要咸鱼翻身啊。从5月份开始移民法的改革，到7月份公布的投资入籍新政，
还有即将到来与美国的免签协议，其实这些都有密切关联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政策或者所谓的改革，更是一个积极信号，表示阿根廷在国际上开始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。不过这段咸鱼翻身的故事只是刚刚开始，你会不会也想参与其中呢？所以有意移民的朋友，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呢。对呀，还可以分享给朋友，一起做好移民功课吧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乔乔，拜拜。